走吧走吧，既然他去重庆堂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走吧，哎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原来是那个燕家。哪个燕家？这燕家也是灵继声势显赫的世家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10几年前突然跑去蜀中了。没想到他们也送人前来了，这下可惨了。这荣燕两家百年从不断宴，这位可是个劲敌啊！真是到哪儿都少不了这种人，好不晦气啊！怎么了？刻意用药香、檀香掩过，还是遮不住那股血腥味儿。之前交手的时候，我也闻到过。你千辛万苦寻来的，就这么摔了，你也当真舍得？我要讨他欢喜，他倒将那废物放在心上，生怕我伤了他，竟使旁人代为应战，不但破了荣家的规矩，更是对我的羞辱。随你抛出火热心肝来，他都一味袒护他的好表弟，你又能怎么处呢？你要是为了荣家在南方的茶园，还有海上的茶路的话，说不得往后忍气吞声。哼，凭他心里念着哪个，你只管把人得到手。你要真的心爱荣大小姐，那就使出水磨的功夫，不愁把人哄不到手。啊，原来是眼红明州的深水良港和海上源源不断的财富，难怪何家也肯放下仇怨，一心想让自家的血流入荣家。你这厮果然没安好心，再三再四挑我出头，你好坐收渔利。你贪恋人家的表姐，我稀图荣氏的茶种，还分什么你我呀？比起东院那个装腔作势的燕白楼，我倒情愿与你打交道，起码饿得坦荡荡。还需想想如何先解决那条碍事的巴尔狗。耳目，大小姐晋升，小心可小有耳。大小姐恕罪，我有机密事禀报，还请容我谨慎。
请你细细思量，表少爷的茶水被人动了手脚，何兴没有提前买通他人助理，荣家查考题目，他们都知道，定是有人走漏了武士的风声。只顾着耍钱吃酒，我才出去几十，连个屋子都守不住，我要你没有朋友！哎，你来了正好，我丢了几块金饼子，约莫值个1000多两银子，那黄澄澄、沉甸甸的一大块，丢在地上也得听个响吧？就在这屋里不翼而飞了。知道的我是来你家做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偷了匪窝子。谁拿的赶紧说呀！说吧，你怎么交代？郎君稍安勿躁，东西既是在荣家不见的，荣家自有义务帮着寻回。我这就吩咐下去，立刻搜查信方阁上下。搜就完了，下人们也要审查清楚。这是自然，必定会给郎君一个交代。快去。是。但拿出了那贼奴才，看我不卸了他的膀子！我要去看看那房里发生了什么，你拦我做什么？他房里丢了金饼子，可是郎君偷的啊？不是，那这热闹千万别沾，沾了必有麻烦上身。你这话说的倒挺有意思的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先有武士，后头必有文士。郎君书读得如何？可过得了关？这是表姐给我透的题啊。荣家出题看似简单，实则颇有深意。自古酒品见人品，酒后失德自然头一个被逐。到了武场上，考教的自然是比谁的武功高低了。那我是堂弟装死的白郎君，不也顺利过关了吗？往日勤练不辍，勇猛刚毅的可过，精明机变、运势过人的也可过。可见荣家择婿没个定规。不过荣家有家产万贯，大小姐肩头责任千钧，她终归还是得选个贤助。此人还得叫众人心服口服。荣家是经商的，师傅文章只是锦上添花，郎君算许可过得去？荣家马队船舱满载茶叶，茶事郎君又懂几何呀？这个嘛，亡羊补牢，废为迟也。那外头那个杨鼎臣，你真的不管了？晚上我叫人为郎君多送几支蜡烛，郎君秉烛夜读，少去操心旁人。不好事！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郎君的房间里金不合了，不好事！拿出来！快，等我提过来！你们什么人？不想跟他废话，走，听着。走。
弯弯，好看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姐姐给我编的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小姐戴上可真好看。大小姐，先放歌。弯弯的花冠缺了几朵粉山茶，姐姐为你去园里采了来，你在这儿乖乖等着。那要快些啊，婉婉等着呢。近日家里外人多，无事不要带婉婉乱走。是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婉婉想要这朵黄的。好。夜间听到门外叫嚷，说是文郎君房里进了毒蛇，我连忙前去查探，谁知半路却遭人设伏。我也正糊涂着，不知触犯了府里的哪条规矩，无缘无故就来拿人了。今夜发生之事，各位郎君耳闻目见，哪儿容得上你在这里胡乱扯谎？不错，房间里是进了蛇，不过进的是杨郎君的房间。的确有人在杨郎君房间投了蛇，众人都看到了。快了，陈管事，小的带人去搜，进厨房里搜出了这个。好啊，原是你偷了去，害得我等受益，还真是家贼厉害。啊，是了是了是了，定是死人盗了我的财物。下午我那么一嚷嚷，他生怕叫人搜检出来，竟往我房里投了竹叶青。幸亏仆人夜里警醒，才不曾叫他得手啊。果真是天佑良善，杨郎君若果真是为了5个金饼遭了毒手，你荣家也难脱窝藏贼赃的罪过。只可怜那孩子小小年纪，却替主人挡了灾殃。忍着点啊！我的小七发了。福生，现有人证物证在此，你可有话说？陈管事，我明晓得府里要搜贼赃，既拿了金饼，就该寻个僻静地方埋了，待封纸拨平之后再去。为何要公然藏在房里呢？况且整个园子里都是茶树，春雷惊的蛇乱窜，冲撞了贵客也是有的，何故一口咬定是我所为呢？再说了，连游走的毒蛇他都拿得住，偏偏放走了投蛇的凶嫌，岂不是多多怪事？贼赃人证俱全，哪容你这奴才便来？各位，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贺家，立时就让人打死。可不是，单图这金饼也就罢了，弄蛇害人却是不干。这奴才偷到本家财物，理应正一百，按窃盗律判绞才是。贺郎君所言极是，拖下去打死也罢。他问的就不在理了，一定好。这衙门大堂还许犯人申冤呢，你们比县太爷还霸道啊！既要做这些草菅人命的事情，在座的都是读书人，圣人教你们恃才傲物、草菅人命吗？你们说都吐狗肚子里去了！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几口火的替一个贼人辩驳，怕不是你让他投的蛇吧？不错，就是他，眼瞅着比旁人不过，就唆使奴才害人。我们还没骂你呢，妄作孤威，沆瀣一气，可把你捆了一道罪。我就是蛇脑对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放手！陈管事，小人身价委微不值一提，但他们却将大小姐的表弟视为贼寇。门口的贼窝子监守自盗，这骂的是哪一家？辱的又是哪一位啊？骂奴才一个人也就罢了，捎带连主人家也一道骂，这哪里是东门九卿，分明就是果论生事。陈管事，闹到这个份上，你还要眼睁睁干看着吗？诸位郎君慎言，若再说出些不当的来，
就休怪荣家不敬宾客。胡说！鼓两片嘴皮子就想祸水东引？我们骂的只有你这狗奴才！来人，即刻给我拖出去，拔了他的3寸烂舌，杖上100再审！等等，杨郎君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人是从奇兰院出来的，我当不得主，万万不可呀！哎，他投毒害人，十恶不赦，只当是替你家小姐惩奸除恶了呀。我们自己动手，绝不会为难你就是了。可这还不动手！把他抓起来！看住谁敢说！放他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放手！放开你！来人，赵志，拿不下他，你们一人替他担20鞭子。上！不能去！放开我！不能去！不能去！住手！荣大小姐来了，还不收手？大小姐，这是……诸位到底是来做客的，还是来闹事的？大打出手，斯文扫地，成什么样子？起来。没事吧？多谢。大夫呢？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！表姐，你不要担忧我，我没事的，我就是挨了几记黑拳，你不要担忧我。大夫，你去看看他。哎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表姐。小兄弟，你伤到哪儿了？我也无碍，去帮温郎君拿药吧。啊，大小姐，那厮盗了我的金子，令表弟却一味徇私，才引起众人公愤。望小姐处事公道，不偏不倚，以平悠悠众口。我等是不平而鸣，我们苦心劝说，他非要帮那贼人。我们是外人，还请大小姐公断。我向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今日你们拿问他是贼，便是质疑我没有眼力，辨不出中间善恶，收容一个盗贼了。人在世上过，斧在口中生。口吐诸般恶毒，难免自食业报。福生，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你如果能证明你的清白，就昭告所有人，大小姐不曾信错人。我受小姐救命恩德，诚愿以死报恩。个人生死荣辱事小，怎敢连小姐为我蒙冤受屈？贼赃既是从我房里搜出，斗胆请各位一步，往我房里一关。
方小姐，是小的同金钟两人发现的贼赃，就用浑绳捆悬在床板下，就在这儿。哎呀，这朱砂怎么竟洒了一地呀？朱砂？什么朱砂？哪里来的朱砂？小姐恕罪，晌午她来报说表少爷夜里睡得不安宁，讨了些朱砂、黄连、炙甘草，托奴婢制成香包，好让表少爷安神静心。奴婢嫌太费事，就嘱他旋即藏到枕头里，这才叫人打发去了。都有我不留意，不知何时竟洒了一地。对呀，这正是天意。有人趁我离去，偷往我房里藏赃，只需查着鞋底，便知贼人是谁。别怕，搜检的自当无罪，可那虚夷构陷的，就逃不脱了。脱掉他的鞋子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奴才冤枉，奴才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原来你才是那个贪心鬼，却将咱们统统耍弄了。早知你这鬼头蛤蟆眼的不能信，到了我的东西，竟还敢诬赖旁人！这世上竟有这种寡廉鲜耻、背义忘恩的贼！说，为什么无人？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格林一事原是我管，每月月钱1两，鬼人们还另有打赏，都叫那个大官节的给夺了去。我恨不得吃他的血肉。哎，竟是误会一场。我这急于拿赃，反倒屈了好人。缺了个把下人倒不妨事，不过郎君不该轻信旁人谣传古舌，诬赖大小姐眼拙藏奸。明日张扬出去，有损荣家声誉。老夫人若是知道了，也不会喜欢那些嚼口嚼面、不贤不良的人去做她的孙女婿。万一雷霆震怒，敢问各位郎君，你们岂能安住？大小姐息怒，是我等轻信了。轻薄小事，怎敢惊动老夫人？是我等莽撞了，不敢在此吵搅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哎，对，我们这就告退了。请便。怎么，杨郎君还有不平？看来是荣家招待不周，慢待了杨家贵客。不如随我一道去见祖母，请他老人家评评理。大小姐言重了，我这人心善轻信，易受他人挑唆利用，莽撞触怒了小姐，本该再三赔罪，可我那小姬发饱受蛇毒之苦，我心下甚为不安，想赶紧回去瞧瞧，明日再向小姐请罪。多谢大小姐还我清白。叶郎君，也谢你仗义直言。越发不中用了，连这点小事都处置不好。小人处置不善，才会引出这么大的乱子。
自知犯了大错，但凭小姐责罚。自己去找长师领罚。是。大小姐，除了藏赃构陷的，今夜进这间房间里搜寻的小厮，也该一并举起来严加审问。还有，负责夜间巡夜的，到底蛇是怎么放进去的，也都该好好问问。大小姐恕罪，小人冤枉。冤枉不冤枉，审一审就知道。来人，看他那眼神，好像我司帝王身侧谗言祸国的妖妃一般。你还有心玩笑？折腾了一场，旧伤还好吗？快请赵先生来。是。不必大费周章，这伤我能治。没想到燕郎君还懂医道啊！山中多草药，闲来读过几本医书。小病痛是能治的，不过你这伤得太重，需好生休养半年。倘若再崩裂了伤口，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。我呀，就是天生劳碌命，闲不得，多用几剂止血药就好了。外伤易治，内服难调。郎君平日的用药，需再添酸枣仁、合欢皮2味。是我伤势不便，五官若明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难消。心火太旺，6根不净，需静心凝神，少思少虑。郎君满口佛真，为何还来求娶呢？果真是无欲无求，怎么还来娶老婆呢？旁人辱我欺我，你还叫我平心静气？那恶人要是啐郎君一口，郎君当真耐得住？师傅说我尘缘未尽，我便来了，这叫随缘。剃脱在脸上，随他自干了。我也省了力气，他也无烦恼，这叫随分。跳出是非争斗，心得大自在。哎，打住！郎君果真是宽宏大量，而我呢，就是个心窄量小的凡人。锱铢必较，有仇必报。郎君还是不要浪费口舌了，免得白费力气。他如何了？无大碍。大小姐，跟我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往后再失眠心悸，只需揉按百会穴、耳尖上方的率谷穴、太阳穴，都有养心安神的功效。从前，我只与山野间的小鹿亲近，不惯与人相处，一时梦老了。不过，心平气和，才得好眠。这些男人搅得荣家乌烟瘴气，实在令人生厌。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大小姐对一人偏爱过激，非但害了他，还会引发众怒。郎君怨我偏心？荣山宝，你是偏心。两小无猜固然情深，迟来者也未必缘浅。大小姐应对我，对旁人公平些。
大小姐，张管事到了。大小姐打听的这个人，原是应天巡抚罗湛府中的家奴，5岁起便跟随罗家长孙罗传策陪读。可天下可笑之事莫过于此。罗公子不爱读书，偏那小书童天资卓绝，颖悟过人，深得罗湛推崇器重，开恩赏他一份家契。果然，他14岁便中了乡试头名，一时乡野震动。只可惜他没能参加会试。乡野传闻，那罗公子不忿祖父偏爱，幼时便对那书童时有打骂，更是趁罗湛过身，家中大办丧事，故意耍弄前来吊唁的陆父，意外闹出了人命。爹，你醒醒！爹，你醒醒！爹，你醒醒！爹。后来呢？3年校满，他顺利通过了会试、乡试、殿试，取得了1甲头名，点了翰林。至于那罗传策，整日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百姓恨毒了他，结果一次醉酒落水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罗家在祖产已被你输得精光，往后余生，你就在地狱里好好熬吧。陆大人不计前嫌，将那恶棍救上了岸。后来罗家败落不堪，也是陆大人念着罗巡抚救恩，百般帮扶照拂。当地人说起这件事，谁不夸他心胸广阔，以德报怨呢？可惜天妒英才，年前他从临济仓促回京，船至江心，突遭大浪，竟是船毁人亡啊！船毁人亡，他死了。还是许阁老主丧亲手写的挽联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快到一个来寻亲的也没有，竟从活人变成了死人。乐江啊，你到底结下了何等冤仇？如果现在送你回去，无疑是把你送到死路上去。你就好好在这荣府待着吧。你们是不知道呀，昨天夜里可热闹得紧，可惜我睡得沉了，未曾亲见。可怜那程关羽，平日守着大小姐，忠心的跟什么似的，这回倒受他们牵累了。听说严长事要亲自执行，这不对啊！哪里不对？杨氏乃大家门第，常与我家有生意往来的。小小奴仆惹得杨郎君不悦，处置便处置了吧。为这什么缘故，非要兴师动众不可呢？当然是为了温表弟，难不成为了那个下等贱婆？四姐姐可看清了，那人生的什么模样？翠微，多留意那个复生的动静。是。别以为我不知你心中所思所想，你诚心料之不广，好叫那些人丑态毕露，越发引得大小姐生厌，是不是？不过就是一群闻风而来的吸血牛蝇，觊觎着荣家的茶山金海。我这么做，不过是让大小姐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罢了。你是什么身份？由得你来多事？你要时刻记着，你只是荣家收容的乞儿。大小姐与你衣食温饱，荣家栽培你成才，你就应该以
性命相报，不许插手主人家的事，更不许你心头再有一星半点那种龌龊的念头。我不会忘的，这一世都不敢忘。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有些话我得提点你。幼时你伴他长大，是他的哥哥，亲密的玩伴。可大小姐是主，你是仆，终究主仆有别，身份不可逾越。他将来自有高贵郎君来陪，哪里是你能肖想的？再存着不该有的念头，只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好想想吧。怎么回事？我不过就是赶走了一群牛蝇，我有什么错？都怪你出的馊主意，打不死的恶犬反倒让他咬了一口。哎，你总跟着我做什么？咱不是给大小姐请罪吗？杨兄心里可有定见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看中的那片山地，1个月内便能清理完。那3000株茶株很快就会移栽过去。这山东面水边的土地，虽被山民所占，可以小人来看，可以叫山里的男人出工清理土地，再从咱们茶园里调派些熟手，教会女人们采制茶叶。不可耽误头春茶的采摘，同阿姨商量着办吧。大小姐交给我，尽管放心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大小姐莫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送去的东西怎么都退回来了？昨日是一场误会，惹得小姐心烦，我心下甚为不安。小姐不曾谅解，我是食不下咽。叶南，杨兄多虑了。前2日阴雨绵绵，今日天放晴了，刮的又是北风，茶园里定是忙着采收头春茶。听说大小姐凡事亲力亲为，这是往茶山赶吧？大小姐，请。哟，不愧是虎丘茶的传人，把这茶园里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。大小姐在忙着正事，你我赶紧出园。走走走走走。怎么，舍不得挪地儿？听闻荣家有一棵300余年的老茶树，又派人从各地搜罗珍贵茶种，为了从云南移栽1000年的野生茶树，愣是将人家一个村寨都迁了来，就为了得到天下最好的种茶师。这样的魄力，你贺家学不来。哎，你这一大早跟着我在茶园里转来转去的，别是打茶种的主意吧？大小姐，大小姐今日邀郎君们共游茶山，2位快先回去准备吧。茶山上有大大小小的茶园80座，茶工1000余人，茶园供给食宿，茶工的孩子们可在荣家的私塾里读书。仅临济附近州县，这样的茶山还有6座。现下正是春采时节，虽然行内常说采茶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才是最好的，但物以稀为贵，
清明节前采的茶叶细嫩鲜甜，也更受人们偏爱。近1斤的芽头，就得7、8个人采上整整1天，还得赶在每年茶叶最嫩的这几天。各位郎君稍事等待，我到前头去准备准备。不是说大小姐来了吗？怎么迟迟不见啊？这一踏一脚泥的，这荣家这么大家业，怎舍得金枝玉叶受这罪啊？人家香山小姐还足不染尘的，不走了，歇会。哎，我的新袍子，待会儿。温郎君，那夜贺郎君请我吃酒，我多喝了2杯，竟睡迷了，险些误了大事。当时要是我在，也不至你孤立无援，愿我轻心了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？贤弟心思单纯，定吃不得旁人算计，不必见外。是谁那么狠心？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哎，没事，都已经好了。哎，郎君，你看那采茶女，在教如何采嫩茶，这可是荣家安身立命之本。难得来了茶园，不妨先学学茶事。又不是没见过，听那老狮子做什么？难道指望我同姑娘们比手巧吗？可不是，又不见美娇娥，白跑一趟。走，我们找城管事去。好，走。哎，郎君，你别乱走了，不妨先听听看呢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嘛。我看那茶工们对那采茶女毕恭毕敬，我料她在茶园里地位不寻常，稍安勿躁。哎，走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作笔锋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莫笑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华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成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里摇醒菩提下，古茶眼角悬时光。踏碎旧万场，岁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，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，用亘古心跳做重整。我想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成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里摇醒菩提下，古茶眼角悬时光。打碎旧万场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，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，用亘古心跳做终章。